苹果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办了名为加州直播的产品发布会，发布了新的 iPad， 包括 iPad 9和 iPad mini 6、iPhone 13系列以及 Apple Watch 7系列。但是我们都知道的是，苹果并没有在这场发布会上把今年所有的新产品都发布掉。我是小天，欢迎回来。今天就和大家分享我在全网搜索到的关于这即将到来的第2场苹果发布会的全部消息。网站上的第一位是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期待许久的14和16英寸的 MacBook Pro。16英寸的 MacBook Pro 是在2019年11月发布的，至今已经快2年的时间了。说实话，我觉得苹果早就应该更新16英寸的 MacBook Pro 了，不过估计也是产品太多，实在是轮不到它来更新。至于14英寸，则是 MacBook Pro 阵营中的一个新尺寸，之前的大屏是15英寸，而现在在卖的小尺寸是13英寸。有多个消息指出，14和16英寸的机型将有更薄的边框，并且采用平边设计，但是总体的观感和现在的设计并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新的 MacBook 机型将重新获得一些在2016年的时候砍掉的端口，包括 MagSafe 充电接口、SD 卡插槽和 HDMI 接口，并且也将加入耳机插口和 USB-C 接口。在2016年之前 ，MacBook Pro 使用的都是可以快速释放的 MagSafe， 防止电线被拉动时牵扯到电脑造成损害。MagSafe 技术可以带来比 USB-C 更快的充电速度，但具体细节还不太清楚。除了重新引入的端口之外，预计苹果也将取消自2016年以来引入的 Touch Bar。相反的，苹果正计划使用一排标准的物理功能键来取代 Touch Bar。屏幕上 MacBook Pro 可能是第一批使用上 Mini LED 屏幕的 Mac 系列，该技术在2021年已经运用在了 iPad Pro 上。有传言称 MacBook Pro 将使用更强大、更快速的 M1X 芯片，该芯片的技术是建立在 M1 之上，不过 M1X 芯片将更加强大，具有10核 CPU。得益于新的芯片，新的 MacBook Pro 预计可以支持高达64GB 的内存。由于苹果打算在14和16英寸上使用相同的 M1X 芯片，因此2款不同尺寸的 MacBook Pro 将在性能上十分接近。对新款 MacBook Pro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下方的视频链接点击观看我之前做的更详细的 MacBook Pro 的信息汇总视频。榜单上的第2位是 M1X 版本的 Mac Mini。根据彭博社的 Mark Gurman 在8月份的消息，苹果正在开发一款高端版的 Mac Mini， 该版本预计将会用上和上面提到的 MacBook Pro 相同的 M1X 芯片。这个高端版本预计将会取代现在仍在销售的英特尔版本的 Mac Mini， 并且可能与去年推出的 M1 版本的 Mac Mini 同时进行销售。第3位也是大家都很关注的 AirPods 3。本来在第1场发布会之前，许多消息都表明它已经做好准备推出了，再加上考虑到它和 iPhone 以及 Apple Watch 之间的关系，我们本来都很期待在加州直播中可以看到它的出现，但很可惜的是这并没有发生。不过 AirPods 3在2021年底之前还有很大机会出现，很可能我们就会在苹果第2场秋季发布会上看到它的身影。预计 AirPods 3将会有一个和 AirPods Pro 相接近的设计，有更短的手柄和重新设计的充电盒，但它将以比 AirPods Pro 更实惠的价格出售，当然也不会具备有主动降噪这种专业级别的功能。有兴趣的小伙伴也一样可以在下方链接去看更详细的信息汇总视频。除了上面几个我们非常有机会看到的产品，还有几个大家都很关心，但可能要到2022年春天甚至下半年才会看到的产品，我也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总结。第一个就是很多人都很关心的新的 MacBook Air， 据传它也会有 Mini LED 的显示屏以及 M1X 的芯片，并且也会提供多个颜色选择。如果你有新款的24英寸 iMac， 那就可以选个一样的颜色进行搭配啦。第二个是 iPad Air 5，下一代 iPad Air 可能配备 OLED 屏幕和更多的功能，比如 5G LiDAR 新的摄像头和扬声器系统。第3个是 AirPods Pro 2代，苹果正在开发新一代的 AirPods Pro，据说会采用无柄设计以及全新的无线芯片。第4个是 iPhone SE， 新版 iPhone SE 正在开发中，据传将在2022年的上半年上市。预计它将与第2代 iPhone SE 保持相同的设计，但会有一个更好的芯片以及支持 5G 这样的功能。最后也是最重磅的就是更大屏幕的 iMac， 除了24英寸的 iMac， 有另外一款更大屏幕尺寸的 iMac 正在开发中。除了具备更大的显示屏，它也将采用更快速的 M 系列
芯片。不过目前来说，关于它泄露的消息非常少，预计我们也很难在2022年的上半年之前看到它。最后老惯例，我们还是来预测一下发布会的日期。苹果去年举办了3次秋季发布会，分别在9月、10月和11月。去年举办3次的最主要原因是 iPhone 的发布得到了延迟，今年并没有延迟的发生，所以很大概率我们将只会看到2次发布会。如果有这第2次发布会，首先比较确定的是应该在10月或者11月，但10月份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这可以让苹果有更多的时间为圣诞节假期的销售做出充分的准备。过去发生的3次10月份的活动分别是以下几个日期：2016年10月27日星期四，2018年10月30日星期二，以及2020年10月13日星期二。由于2020年的10月发布会是一个特例，我们暂且抛开不看。从另外2个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发布会的时间都是在10月下旬。不过说不定苹果这一次也想和2020年保持一致，把发布会放在上旬也说不定呢。这一切都是我个人根据往年的时间进行的一些个人推测，毕竟目前关于这第2场发布会的确切细节还不多。我会继续搜索相关的新闻和消息，争取在未来几周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更确切的信息汇总。如果你想第一时间获得推送，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搜索阅读和翻译信息不易，所以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一点意思的话，欢迎一键3连、点赞留言作为支持。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